我为秦晨生了5个孩子，夭折4个。一开始我认为是意外，直到我去给秦晨送饭时，意外听到了他和助理的对话。好在这个孩子骨髓终于和欣欣配型成功了，不然他也得被我摔死。我这才反应过来一切，我不哭不闹，很平静的和往常一样。只是在他公司上市那天，我在众人面前揭穿他害死了我4个孩子。那天高傲的秦大总裁跪在地上哭得狼狈不堪，他说对不起我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真情人间。我一大早做好美味营养的便当给秦晨送过去，可还没推开他办公室的门，他的一番话让我愣在了原地。欣欣那边手术成功吗？助理恭敬地回答他，秦总，很成功。这次夫人生下的孩子刚好和欣欣小姐匹配。秦晨笑声轻快，好在这个孩子骨髓终于和欣欣配型成功了，不然他也得被我摔死。我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，血液都仿佛凝固了一般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了什么。所以我前面夭折的4个孩子都被他摔死了。他那么积极的想要和我生孩子，也是为了给江之念的女儿找到合适的骨髓是吗？眼泪猝不及防地落下，我捂着嘴不敢发出声音。这时我听到秦晨助理在往门外走，我急忙去厕所躲了起来，我整个人都在颤抖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刚出生还不到1个月的儿子浩浩。早上秦晨说带他去打疫苗，让我在家好好休息。可现在看来，他今天不是被带去打疫苗，而是被带去医院捐献骨髓了。我急忙出去想去医院，却看到助理把浩浩抱进了办公室。我擦干泪水，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推开了门。秦晨抱着浩浩在哄，我冲过去就将他夺走。还好浩浩没有异样，还是和刚出生一样乖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秦晨温柔地出声，然后抱住我。你都还没出月子呢。这就是秦晨，和我已经结婚6年的老公。这6年来，他对我极好，我要什么买什么，平时里也对我很上心。当初刚结婚，他就提出要和我生孩子。6年来，我为他生了5个孩子，夭折了4个。他每次都安慰我，说还可以再生。于是我不断怀孕，不断为他生孩子，夭折了4个。我身体也不好了，医生说再生会有风险，我却还是想要怀孕，因为想有一个和他的孩子。可我现在才知道，他和我生孩子只是为了江之念的女儿。我就是太想你了。我眼睛红红地看着他。我平时就是个情绪很稳定的人，以至于我现在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掩藏得很好。秦晨没有发现异样，吻了吻我的额头。我现在陪你回去，可不能让我最爱的宝贝难过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还笑着哄浩浩。一路上我都死死掐着大腿肉，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。想我那4个孩子，是我怀胎10月含辛茹苦生下来的，本来他们可以健健康康幸福的长大，可却被秦晨夺走了生命。我必须复仇。刚到家我就说太累了，然后抱浩浩进了卧室。其实我是想好好捋清整件事情，秦晨为什么要和我生孩子来找到合适的骨髓呢？按理说这种配型成功几率很小的，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：欣欣是他的亲生女儿，所以他和我生孩子，这样和欣欣配型成功的几率大。看着墙上挂着我之前那4个孩子的照片，我抹了一把眼泪。放心吧，妈妈会为你们复仇的。有人说过，人一旦不恋爱脑了，就会变得清醒、聪明。现在看来，果真如此。接下来的日子，
我先把身体养好，然后以我工作为由，把浩浩交给了我妈带。出月子后的第一件事情，我就是去接近江之念。江之念是秦晨的白月光，两个人曾经在一起过4年，可是中途因为不明原因分手了。然后秦晨立马相亲找到了我，看来他和我结婚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骨髓。江之念现在还在医院，之前听秦晨说他就在海城医院里，所以我很快找到了他。这时我看他在病房里抱着欣欣亲吻。欣欣，以后你就是正常孩子了。可他的正常是用我怀孕5次夭折4个孩子得来的。孩子是每个妈妈的命，而我不到30岁就失去了4个孩子。我捏紧拳头，心中都是悲愤。平复好心情，我提着礼品进了病房。江之念看到我很惊讶，你来干什么？听说欣欣找到合适的骨髓了，手术很成功，我来看看他。我轻轻出声，你有这么好心？江之念有些戒备，毕竟在这之前我和他吵过几次架，就因为他和秦晨走得太近，我吃醋，所以有几次发现他们一起吃饭时，我和他闹过。我想通了，秦晨心里只有你，我也不强求。你想做秦太太的话，我让给你。我一边说，一边趁他不注意扯下了欣欣的头发。他还是不信我，你之前那么爱秦晨，现在又要放下了，因为他不爱我，我也累了。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，可以来家里住一段时间，我不会阻拦你们的。说完我就离开了。我知道他一定会来住的，之前秦晨就提出过让他来家里住，因为说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，可因为我的极力反驳，也就不了了之。欣欣的头发被我拿去鉴定机构，和秦晨的头发做了亲子鉴定。1个小时后，报告结果出来，果不其然，欣欣就是他的女儿。我紧紧捏着亲子鉴定书，心里都是悲痛。我爱了秦晨那么多年，他却只是拿我当作生孩子的工具。还好，老天爷及时让我看清了他。我回家后，秦晨已经做好了饭菜，他很开心地抱住我。听说你答应念念住进来了，亲哥，感谢你的理解。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这么开心的笑容，我也抱住他。你要好好照顾他，同为女人，我深知他也不容易。好，他笑得灿烂。江之念这时候也带着欣欣到了。秦晨满脸激动，一把抱起欣欣，欣欣，叔叔给你做好吃的了，赶紧来吃。他在意和江之念的孩子，却不在意我那5个孩子。这一刻，我的心彻底碎了。江之念看了我一眼，对我小声说：“算你识相。”我微微一笑：“你要努力哦，尽快拿下秦晨。”晚上，我以为秦晨会和江之念还有欣欣一起玩到很晚，没想到他竟然来房间里找我了，抱着我，想亲吻我。老婆，你已经坐完月子了，我能不能？不能，医生说了，最少得休息3个月。我推开他，而且我现在没有心情。我现在想起那4个孩子，我就难受。我指了指他身后的照片，他瞳孔收缩了一下，脸色苍白地下了床。这时候提他们干什么？都夭折了，就别提了。然后他摔门而去。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发脾气。我知道他是因为害怕，这是人的本能。害死了4个孩子，他怎么能不害怕呢？我躺在床上，在心里谋划出了个计划。秦晨没再进来找我，说今晚去次卧睡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听见他开门了。我悄悄开门，发现他进了江之念的房间。江之念果然不辜负我的期望啊，这么快就想要得到秦晨了。我轻轻出门，走到江之念的房门口，听到了里面传来暧昧的声音：“阿晨，我终于可以每天看到你了，我好想你啊。念念，
我也好想你，快点脱衣服吧。秦晨的声音很急切，而我把手机伸进门缝，拍下了他们所做的一切。第二天一早，江之念发来几张他和秦晨的亲密照，然后对我得意地说：“看到了吗？秦晨心里只有我的，恭喜你呀，马上就要得到秦晨了。”其实我知道秦晨不会轻易和我离婚，毕竟我家还在资助他所做的项目，他不敢和我离婚。这时，秦晨突然过来了，他立马闭嘴，而我一把挽住秦晨的手：“老公，明天周天，能不能陪我去玩密室？”他想了想，然后才说：“可以的。”我在心里冷笑，他正在一步一步往我设好的圈套里跳了。旁边的江之念眼底闪过一丝愤怒，但也不好说什么。很快就到了第二天，秦晨专门开车陪我去玩密室逃脱。在这之前，秦晨也经常陪我来玩，不过他胆子小，每次都要和别人组队。不过这次主题是找回我们的孩子，是一对夫妻去寻找去世孩子的过程，所以人数2个人就够了。秦晨到地方听到这个主题后，脸都白了：“青哥，要不然换一个主题？”我立马撒娇：“不要嘛，我就想玩这个，我可以保护你的。”他被逼无奈，还是陪我进去了。刚进去就有婴儿的哭声，秦晨吓得当场跪在地上，我一把抓起他：“老公，这才第1关呢， NPC 都还没出现，你就这么害怕？”我没事。他急忙爬起来，接下来会有更精彩的等着他。我早就和工作人员沟通过，要加麻加辣，所以第2关就要开始单线任务。我让秦晨去的，没过多久就听到了他的鬼哭狼嚎，无数的小孩子在叫他爸爸，还我命来。他吓得一直说：“不要过来，我没有害你们。”然后他被吓晕了，我把他送到了医院。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说以后再也不去玩了。我说着好，没关系，他不去密室玩可以，那我就装鬼在家吓他，让他夜夜被吓，让他夜夜想起我们那死去的孩子。晚上我打扮好，抱着一个假婴儿就去了他房间。我早就断电闸了。江之念今天有事也出去了。秦晨看到我的时候，吓得连连惨叫：“我是地狱使者，你怎么把孩子害死的？如实交代来，不然我会把你打进地狱。”他抱着头颤抖：“我把他们摔死的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有证据，证据在我电脑里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就晕过去了，真是经不住吓。我离开后就去了他书房，可是他电脑设置了密码。他这台电脑听说有很多工作资料，除了他姐姐秦月，还有他，没有其他人知道。第2天，秦晨一大早就去了公司，而我去秦月住处找了他，他还在家里开派对，只是看了我一眼就没再搭理我。他平时和秦晨关系不是很好，所以也不喜欢我。如果不是因为秦老爷子让他们一起管理公司，他也不会知道电脑密码。我悄悄对他说：“你想拿到继承人的位置吗？”他才停止了跳舞的动作，然后让管家把所有人请走了。“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？”秦月坐在沙发上看着我。秦家只有他和秦晨，秦老爷子对待他们都挺好的，只不过继承人只能挑选1个人。秦晨现在能力强，秦月比不过。下个月1号就是老爷子宣布继承人的日子，我帮你拿到继承人的位置。你告诉我秦晨电脑的密码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有什么意图？他不屑地瞪了我一眼。就凭我4个孩子被秦晨害死，我要在宣布继承人那天报复他。我此话一出，他瞳孔猛缩。我又继续告诉了他一切，他才彻底相信了我，然后还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秦晨真是个畜生啊！”是啊，我也觉得他是个畜生。
他害死了我4个孩子，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和秦月达成共识后，我离开了他家。回到家以后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书房开电脑，把 U 盘插好，里面真的有秦晨害死我孩子的证据。他竟然拍了视频，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留下视频。不过现在我终于拿到了证据，等待视频拷贝的过程，我心里都是紧张，生怕有人进来。这时，门口突然传来开门的声音，下一秒，欣欣走进来了。今天江之念明明送她去舞蹈班了，她怎么又回来了？阿姨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网上查资料。这时候，视频刚好拷贝成功，我急忙拔出 U 盘。欣欣，你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好吗？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我蹲在他面前，塞给了他一颗糖。他现在的健康虽然是我孩子换来的，可他并不知情。我并不会把仇恨波及到他身上。好的，阿姨，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他看着我，我亲眼看到秦叔叔摔死了你的孩子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不敢和别人说，我心咯噔一跳。别害怕，欣欣，到时候阿姨想让帮我个忙可以吗？秦晨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把书房收拾好了，看得出他昨晚被我吓得不轻，脸色现在都还是苍白的。江之念急忙给他夹菜。阿晨，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秦晨没有回答他，而是看着我。青哥，你以前不是学过风水，要不你看看这房子风水有没有问题？刚好我在等他这句话，不枉我之前的努力。好啊，我去看看。然后我逐一排查房间，才告诉他，这个屋子的确有问题，风水不太正常，要不换个地方住。江之念一听，那得换，赶紧换，欣欣才刚刚好呢。秦晨面色凝重，那重新买套房子。好啊，正好我有个朋友在卖房子，那套房子有暗道，方便我下他。我就是要折磨他，让他精神崩溃。很快我们就搬家了，我和秦晨住在有地下室的主卧，江之念和欣欣住在楼下，这样也听不到我吓秦晨。我开始每天吓唬秦晨，他精神崩溃，好几次都问我和江之念有没有听到怪声，我们都没说没有，他只能去医院检查，医生也说他没问题。他还专门请了风水大师来看风水，可也没问题。可越是没问题，让他心里越慌，搞得他工作都没心情了。秦月那边也趁此机会逐一掌握公司的业务，还有收买人心，是我提醒他的。他毕竟以后要做继承人，肯定不能贪玩了。晚上他主动联系我出去，股东们都被收买了。秦晨之前就花钱收购了他们的股份，现在已经是总裁了，他根本不用通过我爸，所以你之前的计划没办法实施。我喝了一口咖啡，那就让他继承。本来你对公司业务也不够熟悉，而且我听说公司现在遇到了难关，就让秦晨去解决，等他慢慢发展，把公司料理得风生水起。他公司也快上市了，到时候你配合我把证据放出去，他坐牢以后，我会提出离婚，股份会分给我，我会给你。我们现在只用坐等享渔翁之利，我不再下秦晨了，让他好好经营公司。江之念也隔三差五的和他发生关系，我把证据全部都收集了起来，坐等秦晨公司上市那天。可是在这之前出了个意外，秦晨发现有人动过他电脑，家里只有我和江之念有机会碰他电脑。江之念立马说，我那天出去了，有不在场证明，于是嫌疑人就成了我。秦晨紧紧盯着我，青哥，是你动了我电脑吗？我紧紧攥住衣角，浑身冒了冷汗。秦月怎么还没来？刚才我就给他发了微信的，
好在关键时刻，秦月推门而入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秦晨不想搭理他，只是继续问我：青哥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动了我电脑？我不会怪你的。我没有。我眼睛通红地看着他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密码。欣欣坐在一边，一句话都没说。秦月急忙和我打配合：是我动的。怎么？公司是我们2个人一起管理，我还不能看看资料了？此话一出，秦晨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他好像忘了秦月知道电脑密码这回事，脸上都是惊恐。你看到什么没有？我就看了一眼月度报告，就离开了。秦月无所谓地回答了一句，他紧绷的神情这才好了点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秦月离开后，秦晨第一件事就是去书房，我猜他应该是去改密码了。晚上，他抱着我入睡，我很不想和他一起睡，可是他不离开我，一直在我耳边念叨：我们再生点孩子吧。我最近总是做梦，梦到死去的孩子来找我，原来他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我准备将计就计，探出他埋葬我孩子的地方，因为当初都是他去埋葬的，没有告诉我地方。我身体还没恢复好，医生说了，我因为生孩子太多次，身体严重受损，而且我最近也梦到孩子了。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们的坟墓？秦晨身子一僵，明天带你去。第二天，他带我去了墓地，4个孩子他葬在一个地方的，名字都还没来得及取，都是空白的墓碑。我捂着嘴痛哭，每一个孩子我都记住了他们的样子，明明他们出生时那么可爱，那么有活力，现在却只能躺在冰冷的地下。秦晨根本不敢靠近墓碑，还催促着我赶紧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内心更加坚定了要报复秦晨的想法。秦晨最近没有回家，听说忙着处理公司上市的事。秦月在我的引导下，也在努力工作。很快就到了秦晨公司上市的前一天，明天他公司上市仪式要在港城举行，因为我是他的妻子，他带我一起去参加。坐在飞机上，我脑海里都是秦晨电脑里的那段视频。视频里，他狠狠把我们的孩子摔死，4个孩子，4条鲜活的生命都被他亲手扼杀了。我捏紧拳头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。到酒店后，他突然对我说：青哥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我对他点了点头，我当然记得。那时候我家催婚，他也是商业新贵，和我家里条件差不多，所以我才和他相亲。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觉得好帅，这样的男人我一定要得到，所以和他谈了没几句，我就表明自己可以和他结婚，他也十分愿意。结婚后，虽然我们还没积累什么感情，但是他愿意马上和我要孩子，对我说：青哥，我想要个和你一样漂亮的姑娘。我还以为他那时候已经爱上我了，可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他就是披着羊皮的恶狼。回过神，他一把抱住了我：青哥，我真的好爱你，等公司上市后，我带你去国外旅游。我强忍着内心的不适：好啊。晚上，我蹲在厕所里和秦月沟通明天的事宜。第二天一早，秦晨拉着我一起去参加上市仪式。今天来了很多人，还有很多记者，正合我意。我就是要把这件事闹大，越大越好。台上，秦晨一脸激动地对大家说：今天是我公司上市的日子，我准备了3年，今天终于成功了。对了，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 PPT，让大家看看我这些年来的努力。他话音刚落，身后大屏幕突然亮了，出现了一段视频。去死吧！视频里，他满脸阴狠，把怀里小小的婴儿狠狠摔在地上。然后又是下一段视频，也是一样的画面，
只不过手里的孩子不一样。一共4段视频，都是他害死我孩子的证据。全场一片哗然，记者们疯狂抓拍，秦晨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，僵在了原地。我捂着嘴痛哭，我的孩子，原来是你害死的。记者们一瞬间明白过来了一切，围拢过去询问秦晨：秦总，视频里是你的孩子吗？你为什么要把他们摔死？这可是违法的呀！秦晨后退了几步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助理呢？赶紧上来呀！哦，对了，他助理被秦月扣在了后台。我冲上台，狠狠给了秦晨一巴掌。畜生，你把我孩子的命还给我！他急忙抱住我，青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故意的。欣欣突然出现在台下，秦叔叔，我亲眼看到你摔死了那些小婴儿，你还说他们骨髓和我不匹配，就应该去死！你这个白眼狼！秦晨整个人都在打哆嗦。我和欣欣相视一笑，我还记得之前和他说过的话，我问他愿不愿意帮我个忙，就是让他帮我在今天作证，他是唯一的见证人，我需要他来帮我说服大家。他点点头，我愿意。然后我趁江之念在做美甲的时候，让人把他带过来了。亏我之前对你那么好。秦晨突然暴怒起来，想去打欣欣，可是欣欣被我的人保护了起来。他非但没打到欣欣，愤怒的样子还被记者抓拍下来。秦晨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我拿着话筒站在台上，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扑通一声，他直接跪在了我面前。青哥，对不起，你知道吗？害死他们以后，这段日子我都做噩梦，我真的很后悔啊！你害死他们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秦晨，接下来你一辈子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了。我话音刚落，警察突然进来了，然后带走了他。他临走前一直挣扎，可都是无济于事。接着，秦月出来主持了大局，成功让公司继续上市。今天是秦晨最期待的日子，如今却被警察带走了，他一定很不甘心吧？可这是他的报应。上市仪式结束后，江之念突然来了，他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贱人，竟然敢利用我女儿，害阿晨坐牢！妈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自愿的，因为我真的太害怕了。欣欣哭着说。江之念没有搭理他，而是愤怒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离开了。他愤怒也不会影响我什么，反正我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。接下来就是和秦晨离婚的事了。第二天，网上传遍了秦晨的事，大家都在骂他。妈呀，真的是个恶魔，自己的孩子都能下去手，简直就是冷血动物。这种人应该被打入18层地狱。家人们，他好像是为了白月光的女儿，才故意让自己老婆生孩子的，简直不是人。他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严重影响到了秦家的名誉。秦老爷子只能出面表示和他断绝关系，并且宣布把自己的股份给秦月。毕竟秦晨已经废了，他只能把股份给秦月。接下来，秦晨一直在接受调查，他不在的日子都是秦月在管理红丝，而我在忙着处理和秦晨离婚的事。我把之前拍到的证据还有亲子鉴定书给了律师，我主张让秦晨净身出户。听说秦晨在派出所得知这条消息时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我觉得可笑极了，他这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既然爱我，为什么要背叛我，还要害死我的4个孩子？想想当初，我为了他不顾身体情况，不停歇的怀孕，可他呢，一直都是在利用我。很快就到了法院开庭这天，秦晨被警察押着送到法院。一段时间不见，他已经从曾经疯狂无限的秦总，变成了满脸沧桑的老男人。他站在法庭里，
说不愿和我离婚，因为第一次开庭一般都是调解，这次因为他不同意，所以只能等下次开庭。律师向我保证，下次一定会成功。走出法院的时候，秦晨喊住了我：“青哥，你不要和我离婚好吗？我想主张不被判死刑，到时候我和你还有机会的。”做梦吧！我回头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害死了我4个孩子，怎么还妄想和我重新开始？”秦晨，我恨透了你，我巴不得你去死。他满脸受挫。我知道说再多对不起也不能解你心头之恨，但我真的想再争取一下，我会主张不被判死刑的。于是这天过后，我又请了一个律师和他打官司。我主张让他被判死刑，报复他没有那么容易，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。江之念最近也从我家搬走了，毕竟欣欣是他女儿，我相信他也不会因为秦晨的事迁怒于他。然后我整天忙着和律师商量打官司的事。秦月这时候找到了我建议你让法医验尸，查出孩子的死因，证据确凿，他一定会被判死刑。可是我不想孩子已经去世了，还要让他们不得安息。我在心里做了很久的斗争，如果不这样做，秦晨很有空钻空子，不会被判死刑。我只能这样找尸检，我想孩子们也会理解我的。然后我才让人把我孩子的尸体挖出来，让法医验尸。死因很快检测出来，是因为外力撞击导致，颅骨都碎了。我听到后心都碎了，不过这也成为了证据。很快我和秦晨离婚案第2次开庭，这一次我成功和他离婚，因为他出轨，他被判净身出户，他公司的股份归我，所有财产也归我。接着又是孩子案件的官司，我放出了所有的证据，他就算有天大的能力，也不可能翻身了。因此他被判死刑，缓期1年执行。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这么久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我终于给孩子复仇了。第2天，我去了秦家公司，开了大会，宣布把所有的股份转移给秦月。可没想到他竟然没有要，而是说：“你应该成为总裁，这个位置属于你。这段时间我看到了你的能力，真的很佩服你，机智果断，遇事冷静，我就做你的副总就好了。”我笑了。那你想要总裁的位置，随时告诉我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准备开车回家去看浩浩，可是我妈说他被人偷走了。我心咯噔一跳，下一秒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：“温清哥，你的孩子在我手里，要是不想他死的话，就来瑞华仓库找我，千万别报警哦，我的人在监视你，不然你就完了。”是江之念。我急忙赶去了仓库，到地方后，我就看到浩浩被放在一团稻草中间，江之念带着欣欣在旁边站着，他手上还拿着一个火把。“跪下，不然我就把你儿子烧死！”扑通一声，我毫不犹豫地跪下。他哈哈大笑：“温清哥，把阿晨害进了监狱，你还想过好日子？做梦吧！本来我和阿晨马上就可以结婚了，他说过要和我在一起的，现在都被你毁了呀！”江之念，你冷静一点，秦晨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，他害死了我4个孩子啊，这是我的意思。他一步一步走过来，阴狠地看着我，我让他把你的孩子摔死，反正都没用了。啪的一声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给了他一巴掌。“你，竟然是你！”我气得都快喘不过气。他嗤笑一声：“我就是不要你好过，现在你唯一的孩子我也要弄死。”他一边说一边走过去，我急忙抱住他的腿，把他狠狠绊倒在地，然后一把夺走了他的火把。为了孩子，母亲什么都能做的。这时候欣欣也冲过来：“
帮我一起按住他。江之念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这个白眼狼，害了你爸爸，还要害我是吗？欣欣哭了。对不起妈妈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你和爸爸做了太多的错事了呀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下一秒，警察冲了进来，把江之念铐了起来。我急忙过去把浩浩抱起来，还好他没什么事。江之念还在愤怒地骂欣欣，早知道就不该救你这个白眼狼。欣欣声音哽咽，要是我知道是用这样的方式救我，我宁愿去死。江之念也被判了死刑，他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，可以和秦晨在一起了，一起死也算是在一起吧。我去监狱看了秦晨，听说他已经得知了江之念的事。他看着我，满脸悔恨。对不起，是我和江之念对不起你，当初是我们太自私了，才来利用你。秦晨，我很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不让江之念生孩子来配型骨髓？我心里一直有这个疑问，明明那样几率更大的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才说，他已经没有生育功能了，所以他很在意欣欣。欣欣是我第一个孩子，我也很在意，所以你就不惜代价害死我们那4个孩子。我紧紧盯着他，心里都是愤怒。他眼睛红了起来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段时间我也没睡好过，如今公司没了，我也要被执行死刑。你还不能解气吗？原谅我好吗？帮我给警方通融一下，别让我死。秦晨，这一切都是我在报复你。我早就知道你害死了我的孩子。听到我这话，他很诧异。我在办公室听到了你和助理的对话，你的助理也被送进监狱了。我恨不得你去死，又怎么可能帮你通融？我的话好像击垮了他最后的希望。他靠在椅子上，满脸绝望。怪不得呀，所以是你故意吓我，也是你动了我电脑。对呀，我就是要毁了你，你这个恶魔，死后也会下地狱的。他满脸泪水，我好后悔呀。他肯定没想到会是他身边最亲的人报复他，后悔也没用了。无论怎样后悔，你也要去死。说完，我直接转身离开了。门外是秦月抱着我的浩浩，还有欣欣在等我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会带着浩浩好好生活，他的哥哥姐姐们会重新投胎到更好的人家吧。1年后，欣欣已经上了初中，去年我就领养了他，浩浩也会走路了。江之念和秦晨也被执行死刑了，听说他们死前一直在发抖，最后一餐都吃不进去。我听了以后，心里只觉得爽极了。他们做错了事，这就是他们的报应。晚上一起去吃大餐吧，今年公司效益好。秦月突然进了我的房间。哦对，现在公司在我们2人的管理下，风生水起，秦老爷子也很放心我们。我笑着点头，行啊。然后我们一起出门了，带着浩浩和欣欣。走到门口时，邮递员正好来送信给我。我拆开看了一眼，我深知自己的错误，也悔恨自己。秦晨，可后悔有什么用？做错事的人没资格后悔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